中國好講命理，反趨衰落。鍾祖康幼時由於家庭環境影響，曾對手相、風水、命理頗有興趣，也略有涉獵，幾乎覺得命理是理所當然的。漸長，民智漸開，學會了宿命、創造命運一類的詞彙，時時思考手相、風水、命理是什麼一回事。但問題太玄，人人都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甚至更玄幻的信則有，不信則無，連許多饱學之士也言之凿凿。我卻想從這個起碼發酵了2000多年的中國大醬缸中突圍而出，相當吃力，浪費了不少時間，未能以命理避過災劫。直到有一天，在思考了這問題約20年後，我突然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既然中國人搞手相、風水、命理最大的目的是趋吉避凶、洪福齐天，而且中國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迷信手相、風水、命理，那麼按理中國應當已進化為人間樂園了才是，卻為什麼中國反而在這2000多年來反覆沉淪為人間煉獄呢？當我讀到魯迅說的自有歷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憍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處毒，也都深受過。每一考察，真叫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我就想，中國人为什麼不能應用他們的精湛的陰陽五行之術，避過這些災劫呢？自此，我不再相信命理之術，我認為這種活動主要是中國人生活艱難之下，加上道德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的不擇手段的謀生術而已。當然，我也並不是說，也沒有能力進一步證明命理之術是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沒有幫助。但我認為，即使有一小撮的中國人真的借命理之術趨吉避凶、扭轉乾坤、呼風喚雨，做人上之人，做全國或全球10大首富，唯鑑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仍然相當悲慘，我就覺得這種方術即使真有其事，也是極其自私，絕非正道，也就不屑一顧了。有人或會安慰我說，中國可能會有很璀璨的未來呢。但我認為中國人特別是婦女已經受大苦大難2000多年，而且到今天還看不見苦難的盡頭。命理之術對中國人之胡搞，到底是應到此為止了。我也毫不懷疑，由其人必由其神，以中國人的貪婪本性，按理是主宰中國人命數的神靈或邪靈，也是可以巴結賄賂的。就如非常靈驗的算命先生，都是有錢人才看得起。中國內地一些據說靈驗的寺廟，也是無錢莫進，連撞鐘也要收費那樣。這一來，豈不是說又是一小撮富人的玩意兒？正如前說，這也絕非中國人的出路。命理預言自我應驗，有曰：此言雖荒唐，然極準。每見生女者不發財，生男者必發財，不解何故。基本上，當命理之術發展到相當規模，民眾痴迷到相當程度，就會真的像這句話說的，儘管不解何故，卻又雖荒唐，然極準的。那為什麼每見生女者不發財，生男者必發財？誠然，男子力氣較大，在實際生產和械鬥活動上較有利，但洋人的男女不是也有體力上的差別嗎？關鍵是中國人用以加強婦女從屬地位的纏足國粹，把起碼半數婦女變成殘廢人士，令男女在生產和械鬥活動上的能力差異擴大了。而且中國社會開化較遲，依然比較看重強權和械鬥，而非講道理。當人人都見識女性，都篤信婦女要絕對服從男性，以種種設卡壓迫，使其較難得到經濟獨立，加上只有男丁才享有產業繼承權和祖先祭祀權，女兒很自然變成了蝕本貨。而且中國統治者一向對民眾生計，特別是退休後生活，任其自生自滅，並配合男丁專用的產業繼承權和祖先祭祀權，父母都只會養兒防老，而不是養女防老。在整個社會已經合力預設了所有機關，以確保女不如男之後，人們自然視女兒為瘟疫，甚至是天譴。生女難免會導致整個家族情緒低落，愁眉苦展，進而家無寧日，
再進而為了所難而不斷生下去，完全不顧家庭的負荷能力，又或因為正室屢生女兒而納妾，徒增家庭開支，也日益讓家務寧日。當眾人認定婦女先天就是次等的，都是無才便是德，從一開始就剝奪其發展機會，那麼婦女結果也幾乎必然如眾人所預期那樣，個個卻是蠢物。這個道理，洋人學者早在70多年前就發現，並明之為自我應驗的預言。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期望塑造現實。總的來說，中國婦女的命理就是這麼一回事。推而廣之，洋人社會對那些殘障或外表有明顯缺陷的人都是無限同情，並設法幫助其過有尊嚴的生活，簡直是令這些殘障或外表有明顯缺陷的洋人，比起中國的正常人還活得更快樂和有尊嚴。這又是有缺陷的洋人跟有缺陷的中國人的不同命理。機會均等，可左右命理。隔了多年之後，特別是在接觸到越來越多不同階層的洋人之後，我發現許多洋人從中國人的面相、手相而言，按理都是命理堪虞的，但他們都活得遠比中國人幸福。年前我在挪威探望一位年近80、頗受敬重的前政要，發現他的手掌幾乎比泥工的手掌還粗硬，嚴重違反了中國服相的一大要求，即掌軟如綿。我當下就想，若在中國人的社會，這樣的人大抵是不會有人給他機會的。我為此沉思不已，自然追尋到當中的一個禍源，孔聖人說的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後來我陸續發現，類似嚴重違反中國相學原理的情況在洋人當中相當普遍。我從而斷定，中國命理相學整體而言，有相當程度都是自我应驗的預言在作怪。也許有些江湖術士也曾經有類似發現，從而不得不另搞一套西洋相面術出來，用以自圆其說。但一般相士當然对什麼自我應驗的預言理論一无所知，即使知道，為了生活也會設法隱瞞。至於那可算是中國陰陽五行術之極致，許多中國人說的神乎其神的推背圖，依我看，除了是預言自我應驗之外，還加上無數版本穿鑿附會其中，特別是那些有心想做皇帝的人。發揚中國人自私本性，命理風水之術的另一個害處是，它是極度自私的產物，所以極易吸引個人自掃門前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中國人。正如之前所說的，所謂命理跟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分不開的，個人的命運其實往往是由政府的政策所決定。比如一個清潔工，若生活在中國或香港這樣講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的華人社會，他的命理自然是很差的。但要是他居於講求人人平等的挪威，他的命理就會比中國或香港不少中產階級還要好。所以命理風水之術很容易令人誤以為個人的命運是可以獨立於政治和社會制度，甚至可以獨立於個人所處的時代洪流。所以笃信命理的人大都對政治社会改革不感興趣，因為他會相信只要自己的命相好，祖先的風水好，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迷信風水的人都喜歡為死去的家人在蒼翠的山頭修建巨墓，他們只會想到自己的風水，不會想到巨墓對生態景色的破壞和對土地的浪費。過去中國人更因沉迷谶纬之學而奉行厚葬，卻不理會這對樹木和其他資源的驚人糟蹋。這些對修墓人自己或其家人也許是好風水，但對整個社會就是資源破壞。又如中國人只會想到自己必要有男丁送終，否則就不吉利，因而拼命繁殖，甚至為了壯陽強化生殖能力，從而禍連犀牛。但中國其實已經人口爆炸了，而且是有量无质。命理風水之術由於中國人的自私自利而得以大行其道，同時也令中國人的自私心更加發達，沉溺命理只能畸形崛起。傳統中國人花了人生許多寶貴光陰，為相學命理之術著書立說，將人的命運用一條條定理寫出來，甚至譜成可以朗朗上口的口訣，深入民心。比如著名的面相醒世歌，
裡面所載的是很典型的中國命數定理。且看牙期衣食能分享，騰蛇人口必要餓到硬嘟嘟，瘦長耳大兼神壯，只怕腳跟不到地，必定少年亡。指甲光明正，得兒女易養，掌中明銳，必定貴人長。骨硬堅心，榮耀軟長，臂內空囊斜目看，此人好華必要提防。婦人第一要，一子將夫旺。背圓長厚，一世好風光。口小鼻圓，雙孔齁不昂，能生貴子，可望才郎。肥婆腰窄，乃係無兒相。行夫眉大額頭光，良犬黑墨屎，會有雙夫喪。犬高眼禿，就要克夠三個才郎。面滑身粗，係引薦相。倘若不為奴婢，亦要為娼。半掌一文，為叫斷掌。此人必要過房養育，才保得壽元長。當人人都信有其事，社會上那些不牙期、騰蛇人口、不耳大、走路腳跟不到地、不掌中明銳、不軟掌和臂內空囊斜目的人，那些不口小鼻圓、雙孔鼻昂、肥婆腰窄、眉大額頭光、兩顫黑墨屎、犬高眼禿、面滑身粗的婦女，對於這些敗相，傳統中國社會怎會給予機會肯予栽培呢？有着這些以及其他許多種敗相特徵的中國人，不僅會因為被冷落而懷才不遇，長此以往，在不受寵愛、事事不如意、失魂落魄、兩餐不繼的艱難生活下，再加上這些寓言的心理陰影，很難不早生華髮，壽命比常人短。那樣就連相士誇下海口說的主兄亡、少年亡、買定棺材等，都不解何故地一一應驗了。中國人一向認為極善於用人的曾國藩，就留下一本兵諫，講述他用於識人用人的相人之術，比如背翼圓厚，腹翼凸坦，手翼溫軟，曲若彎弓，足翼豐滿，下翼藏彈，五短多貴，兩大不揚，負重高官，屬行好利，此為定格。他如手長於身，身過於體，配以甲骨，定主封侯，螺紋滿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敗相，即頂甲矣。任何人不合曾國藩心目中的好相，會獲得他的青睞嗎？這可與中國共產黨以個人的階級身份將人分類，為他人制造宿命論互相輝映。又如內部更加露骨的擇交心法，說什麼面上無肉者不可交，準頭無肉者不可交，腦後見腮者不可交，唇先露根者不可交，身材過矮者不可交，面色過黑者不可交，面色過藍者不可交，面色過赤者不可交，公然鼓吹排斥有某些生理特徵的人士，簡直是直接給他人制造厄運了。在文明社會是要送官糾治的。當然，這些面相特徵有時會與個人長時間的成長過程、當前健康或營養狀況有關，也就是多少反映了一個人的社會階層。富有人家就如高級領導那樣，自然會比較珠圓玉潤，滿臉紅光。當人們都相信這些自然生理現象都是命運的指標，就會對不公義的社會制度和悲慘的個人命運不敢苛求。中國科學院2005年公布的中國科普現狀調查發現，在中國，2人中有1人迷信求籤，4人中有1人迷信星座，5人中有1人迷信周公解夢。中國人若不能明白命理就是這麼一回事兒，恐怕還是很難正常崛起的。原載於2006年5月《開放》雜誌。